大家好，我是小弟。黄毅外长这次从韩国出来，直接就飞了印尼，而且是拉着国防部长一起去的。这个动作本身比很多声明都要更有信息量。中印尼2+2部长级对话，说白了就是外交和国防两条线同时坐下来谈。在东盟国家里能跟中国搞到这个层级的，印尼算是头一个。为什么挑这个时候？为什么是印尼？背后其实是有一盘更大的棋。先把时间线稍微往前倒一点，过去10几年，印尼在地区事务上的姿态一直比较典型，叫大国平衡，经济上跟中国绑得很紧，贸易额、基础设施投资、镍矿加工都离不开中国，安全上又跟美国走得近，军事装备很多是美制的，军队培训也有美国的影子。印尼军方对美国的心理依赖不是1天2天形成的，这种格局被很多人概括成为一句话：经济靠中国，安全靠美国。不只是印尼，东南亚好几个国家都这样，但印尼体量最大，所以它每一次微调都值得细看。这次会谈的成果不是那种签一个备忘录、拍一个合影就散伙的那种面子工程，双方达成了一个5年行动规划，时间跨度是2027年到2031年，领域从上一次的4大方面扩展为政治、经济、人文、海上安全、国家安全5个方面。你注意看多出来的那个领域，国家安全这4个字单独拎出来，信号其实很直接。过去大家谈安全，更多的是海上安全、反恐、搜救这一类相对具体的议题。现在把国家安全放进来，意味着安全合作开始机制化，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要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里。印尼方面还表示要扩大武器装备采购、人员培训与联合军演，这一点看起来轻描淡写，但放在中印尼关系的脉络里分量不轻。印尼军队过去几十年习惯用美制装备，很多军官在美国接受训练，现在开始扩大对华军贸和培训，哪怕只是采购多元化的一部分，也足以让原来的安全靠美国出现裂缝。我们不指望一夜之间印尼军队掉头，但方向上的松动是实实在在的。联合宣言的内容也很有针对性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南海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行政，重申一个中国原则。这几句话放在当前的地区环境里，指向谁很清楚。美国这几年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，美日印澳4边机制，南海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，实际上都在给东盟国家施压。印尼用联合宣言的方式把这些话写进去，说明他不愿意被绑到美国的对战战车上。一个中国原则的重申也符合东盟主流。但台海若真的生变，印尼会担忧海峡通道安全和地区经济冲突，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，我们后面再展开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成果，就是设立矿产资源专门研商机制，讨论镍产开发配额、税收以及下游深加工合作。机制听起来很有技术性，但恰恰是双方博弈最集中的地方。镍产这个东西，普通人可能觉得离生活很远，其实不然，你手机里的不锈钢、新能源车的电池都离不开镍。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矿储量和产量国，中国是最大的加工方和市场。过去印尼出口原矿，后来为了倒逼产业升级，禁止原创出口，逼着外资去印尼建制炼厂。中国企业大量进去，建了从冶炼到前驱体到电池材料的一整套产能。这个过程中，中国掌握着最核心的工艺和产业链配套能力。美国近年想用关键矿产协议拉拢印尼，希望印尼把镍矿更多的导向美国主导的供应链，减少对中国镍加工的依赖。但问题是，美国在印尼缺乏全产业链配套，冶炼厂、前驱体、电池制造、基建、市场一体化能力，这些不是签个协议就能补上的。印尼就算想和美国走近，短期内也摆脱不了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，这就是中国在谈判桌上的筹码。但我们自己也得明白，筹码不等于可以随意压价。印尼的资源民族主义正在上升，印尼现在想的是，我不能只当一个卖矿的，他要用配额、税收、下游本地化要求来提高资源收益，要让自己从资源出口国变成产业国。这个需求本身是合理的，换做谁坐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这么想。
中国如果一味压价，把利润都拿走，印尼迟早会反弹，甚至会把资源当成地缘政治筹码。所以中国应该做的是把不转让核心技术和利益分享结合起来，在印尼设电池厂，培训本地技术工人，合资但不开放核心工艺，让印尼获得产业升级的可见回报，这样合作才能持续，而不是等到镍矿红利窗口一缩短，矛盾就爆发。再看安全合作这一块，我觉得不宜过度乐观。印尼国防部长的表态更多是采购多元化与对华平衡的一部分，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制装备和美军培训。印尼军方内部的亲美传统很深，这不是一次的2+2就能改变的。中国可以重点提供反恐、海上搜救、人道主义救援这一类公共安全产品，这些东西不刺激地区敏感神经，也不容易被拖进南海争议的对抗叙事里。我们要的是稳定的伙伴关系，不是把印尼变成另一个对抗前线。从更大的背景看，印尼已经正式加入金砖，外交上从传统的对冲走向多项结网，它不再满足于中美之间2选1，而是想把更多的力量引进来，让自己成为各方面都要争取的节点。中国可以借此在东盟和全球南方推动更包容的供应链与安全议程，对冲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围堵。印尼加入金砖对全球南方国家也是一个信号，说明不是只有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一条路。但话说回来，印尼仍坚持大国平衡，当前对华信任略高于对美，大概在4:6的这个水平。这个比例不是静态的，会随着具体议题波动。中国对东盟要做的是保持克制和适当让利，集中精力应对主要战略对手。很多势力希望中美相争于利，中国不能被情绪化对抗牵着走，小争端不该影响整体稳定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东盟国家最怕的就是被迫选边站，我们越是保持克制，他们越不会完全倒向美国。把视线拉回镍矿，这里头还有一层普通人的利益关联。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这几年发展很快，电池成本里镍占了不小一块。如果印尼在镍矿政治上收紧，中国的电池企业成本会上升，最终传导到车价和消费端。所以中印尼之间的矿产磋商不只是国家层面的资源博弈，也跟国内很多人的工作、收入、购车决策有关。中国在印尼建厂会带动国内设备出口、技术输出，也会在当地创造就业。但反过来，资源国的议价能力上升，意味着利润分配要重新谈。这个过程的平衡决定了产业链的稳定程度。未来几年，印尼的矿产政策只会越来越紧，这是资源民族主义的大趋势。中国如果能在谈判中给印尼一些看得见的好处，同时保住核心工艺不外流，其实是在用短期让利换长期稳定。怕的是双方都咬得太紧，最后把经济问题政治化，这就便宜了美国。美国虽然产业链配套能力不行，但它很会利用资源国的焦虑，把矿产协议包装成减少对华依赖的政治筹码。只要中印尼合作出现大裂缝，美国马上就会填进来。5年规划新增国家安全领域，是安全合作机制化的重要信号。这个信号本身是积极的，但没必要过度解读。印尼的国防现代化还在起步阶段，它需要多元化的装备来源，提供性价比高的选择，这对印尼来说有吸引力的。但军方人员的培训体系、作战理念、情报协作这些深层次的东西，美国经营了很多年，中国短期内替代不了。所以中国的安全合作重点应该放在印尼需要的公共产品上，而不是急着卖高端武器，搞大规模联演，那样反而容易引起周边国家警觉，也容易被美国拿去做文章。联合宣言里的反对外部干涉南海，实际上是对美国印太介入的一种软化表态。印尼不是南海争端当事国，它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比较克制，更关心的是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的渔业和油气开发。中国和印尼在南海没有直接主权争议，这一点很关键，所以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互相给台阶，不需要被外部势力利用。印尼重申一中原则，也是东盟国家的普遍做法。但如果台海局势恶化，
印尼会担心马六甲海峡、南海横道受阻，担心地区经济受到冲击。这种担忧不会因为一句重申就消失。问题上的行动，始终要考虑到东盟国家的经济安全焦虑。总结起来看，中印尼这一次的2+2会谈是一个阶段性成果，不是战略转向的终点。它说明印尼在经济靠中国、安全靠美国的旧格局里，开始向中国这一边多靠了一点。这个靠拢是有限的、有条件的，是基于利益算计的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选边。中国要做的是用产业链和市场规模优势换印尼在资源政策上的让步，同时保留核心技术，让印尼获得产业升级的可见回报。对东盟整体要保持克制，避免因小争端影响大局，集中力量应对主要战略矛盾。不光是外交上的策略，也是普通人在这个动荡时代里最需要的一种定力。很多国家其实都希望中美相争，自己从中渔利，这个心态很现实。中国看透了这一点，就不该被情绪化对抗牵着走。印尼加入金砖，扩大对华安全合作，设立矿产磋商机制，这些动作给了中国一个窗口，但这个窗口不会一直开着，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用务实的方式，把短期的合作红利转化为长期的结构性互信，能稳住的就稳住，能让利的就让利，真正要硬碰硬的地方留给主要战略对手。这就是这次中印尼2+2会谈留给我们最值得想清楚的一件事情。